您还在为疾病而烦恼吗？还在为一些小的身体不适而做各种网上调查吗？如果我说我们本身能控制疾病的发生，您觉得可能吗？今天我们来谈谈不可忽视的人体7大症状，也就是身体本身对我们说的话。这些话都是身体给我们的预警，是身体给我们的提示，说身体有些不妥了，让我们做些改动，来达到身体需要的平衡。但是生活中忙碌的我们会常常无视这些身体给我们的提示，从而导致严重的疾病发生。我看过很多病人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疾病？好像这疾病就是突然就降临了，完全没有头绪。其实不然哈，在得到疾病之前，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在去往疾病的路上，让我们做出改变，不然就会达到疾病的终点站了。在这期视频就带大家看看哪7大症状身体提示我们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论频道，我是 Justin， 这里分享生活中学习补到的健康知识，让您不再为病痛而烦恼。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更新的影片了。废话少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1大症状：肌肉紧和痛。这是最开始身体发牢骚的情况，具体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姿势不正确，或者是一直重复做着机械性的动作，让肌肉产生一种持续性的紧绷感，长时间则会导致疼痛的发生。很多人在这阶段认为这并不算病，它确实也不是病，但是它能让身体很不舒服，好像总感觉有东西卡在那儿，就是难受。在这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一般解决的办法就是自然疗法，比如说中医、推拿、理疗、正骨之类的，可以舒缓这情况。西医则是一路的止痛片，所以很多人也不怎么会为这问题去找西医。虽然说自然疗法可以舒缓这些症状，但是这只是治标，它不治本。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姿势或者工作相关的工作强度而引起的这一系列问题，所以要从这入手改变。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没办法，也只能每个月都去做下自然疗法，从而达到舒缓这些肌肉的紧或痛的感觉。个人在这里不推荐大家吃止痛片的，不要看这止痛片便宜有效，看似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和自然疗法最大的不同就是止痛片只是麻木身体对疼痛感觉的阻断而已，并不会让肌肉放松，而自然疗法却是可以让肌肉放松下来，从而减轻症状，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一直都把止痛片当作疾病路上的顺风梯，只要用了就会加速疾病那端的发展。止痛片只有当真的忍受不了疼痛的时候才适当的吃点，从而可以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依赖它来无视身体给我们的提示。第2大症状，身体感觉热或冷。在这儿并不是说像发烧一样体温会变高或者体温下降，这和体温是没有关系的，是自身的一种感觉。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些感觉，就是身体会偏热或偏冷的感觉。偏热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感觉热，人家都还好，但是就您觉得热。一般这种人喜欢冬天偏冷的季节，而偏冷的人就刚好相反，人家都不觉得冷的时候，您就觉得冷，好像冷从骨子里发出来，穿多少衣服还是冷。这种人就喜欢夏天偏热的季节。那么偏热和偏冷的这些体质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是从饮食里面，因为身体吃什么就会偏向那一边多一点，这也就有了食物本性这一说。很多人应该都知道食物本身是有自己的本性的吧？最好理解的就是姜，因为它有热性的代表，一有感冒，家里人一般都会煮
姜水来祛寒。所以说，如果您身体偏向一边的时候，看看自己经常吃的食物是不是偏那一边的。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沙拉这东西很寒凉，如果您是体质偏寒的，我不建议吃沙拉。虽然这是健康的代表性食物，但是因为它本身很凉，所以它会让您越吃越冷，身体越来越冷，从而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轻则体内各种疼痛，重则血液凝块中风。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里，不要只看营养和少热量，同时还要注意食物本身的性质，这些网上都有，可以查一下，看看您都吃了什么性质的食物。第3大症状，没胃口。这很简单，就是字面的意思，不想吃东西，但是它却包含在很多层面，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由轻到重。第1层，吃什么都不香，但是还是会饿，能吃得下，不过就是为了饱腹而吃的，完全不会有享受美食的感觉。这一般都是来自于脾胃的虚弱导致的。中医里也会说，这是因为湿气过重导致运化功能变差，也就是说这消化功能不太好了。一般这样的人都会长胖，好像喝水都会长胖似的。我其实有点偏向这种体质，解决的办法其实就是运动。运动可以带动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加速新陈代谢，来解决这湿气的问题。第2层，不会饿，但是能吃得下。这种人就是肠胃蠕动特别慢，好像吃一点就饱，不怎么会有饿的感觉，吃一餐能顶3餐的。这并不是说饭量哈，指的是吃一餐可以维持3餐的时间内都不会感觉到饿。那很多人不是很羡慕这种体质吗？都好像是说这样的不用辛苦的减肥啦。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人虽然没有饥饿感，但是身体本身是需要营养的，只不过肠胃蠕动太过缓慢，导致食物不能有效的消化，从而导致这饥饿感的缺失。主要原因来自于体寒，也就是说体质偏冷，身体时常会感觉到冷，喜欢热的东西。那为什么体寒会导致这情况呢？就好像热水会沸腾吧，那就是说水在不停的流动，冒泡蒸发，是不是？但是冷水会怎样呢？到了一定的温度还能成冰，直接就不动了。所以说为什么肠胃蠕动慢，这就是体寒的问题。那这要怎么解决呢？不要吃寒性的食物，多吃热性的食物就行。网上很多可以搜一搜，像是生姜、肉桂粉之类的都行。那么第3层，会饿但是吃不下，吃了就吐，这就直接是厌食症了，特别难受，也是会导致死亡的。因为身体直接不接受食物了，缺失营养而亡。大部分得了这病都是为了减肥而选择不吃的，长时间的不吃而导致的想吃都吃不下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马上要去医院。但是一般得了这病的根本是没得治，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减肥而断食，这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第4大症状，大便的情况，每天一次的大便排出属于是正常的范畴，因为每天我们都会吃饭来摄取其中的营养，而其中的残渣就会被身体形成粪便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如果说是每2天排一次或者3天以上的，就要注意了。很多人都不觉得这2-3天排一次有什么问题，在这就和大家说说这问题的严重性。尽管身体上没有什么不适，感觉好像每2-3天排一次也挺好的，但是这会给身体带来其他的不适，只是人们感觉不到而已。因为这感觉不是疼痛那么明显的不舒适感，而是身体的各种表现，像是青春痘，因为体内的毒素不能有
有效的排出，从而导致身体其他的部位排出，也就形成了各个部位的青春痘。这一般是年轻人，老了就会直接黄褐斑、各种斑在身体或者脸上，大部分原因都是这排便的问题。不止如此，还有情绪上的变化。如果是便秘的话，可能会导致情绪失控，最主要的是发怒，可能平常的一件小事都会带来不可控制的怒火。这些都是人们以为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其实很多都归功于排便功能差。请大家试着想一想，自己的肚子里存了几天的残渣，能不产生毒素吗？就好像垃圾，每天都要倒的吧？如果不倒，放个3天，早就满屋子酸臭味了，还加速细菌的滋生。所以说，排便每天1次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小看这问题。如果您在这方面有问题，建议您找下附近的中医师，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第5大症状，失眠。其实在上期的视频就有提到过，失眠是危害健康的一大原因。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进入观看。当人有了失眠的症状后，其实就是身体在告诉自己要做些改变了，因为身体需要好的睡眠来滋补自身白天的消耗。那么为什么人会失眠呢？第1点可能是胃的问题。中医里经常说胃不和则卧不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吃太饱、太饿或者肚子痛都会影响睡眠质量，就是胃本身有着不适而睡不踏实，这是其一。其二是压力，这也是如今最普遍的失眠原因。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说家庭压力、工作压力等等，这些压力会直接影响着大脑的运作，导致晚上大脑好像转个不停，一直想着事情，就是停不下来。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个导师，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健康导师，就是因为如今很多人都有着思维上的问题，导师可以引导人们找到问题的根本，从而帮助人们去克服这些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好像这压力影响睡眠，那么什么是压力？为什么会让这压力影响着自己的睡眠？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导师来找到答案的，然后再通过改变自己对待压力的看法，从而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有需要，可以随时通过描述栏里的链接来约个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失眠不只会让人乏力没精神，长期还会导致身体的各种疾病，因为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好的休息和滋养，所以睡眠对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第6大症状，懒。当懒出现在生活的字典里就要注意了，可能是湿气过重导致的。比如说一坐下来就不想动，各种能坐就不想站着，能躺就不想坐着，就好像身体重重的感觉，就像有一层无形的东西压着我们的身体，这就是湿气的表现。它一般都会出现在不爱动的人身体里，或者在潮湿的环境下工作，让湿气侵入身体。湿气重可能导致脑子不好使，就好像脑子被雾给遮住了。英文有说这叫 brain fog， 也就是脑雾，指的是不能集中精力，脑子转得慢。湿气还能使身体懒得动，导致越来越重。这里指的是体重，因为缺乏锻炼导致的整体的新陈代谢低，而累积越来越多的脂肪。所以说湿气重的人要十分的注意。如果你说您睡得好，但是感觉身体重重的而不想动，有点像疲劳的感觉，那就是湿气太重，可以开始做一些运动来排湿，因为最好的排湿方法就是排汗。运动了，身体就会产生热量，那么热量就会把湿气排出体外或蒸发掉，就好像地毯湿了，拿吹风机暖风吹下就干一样的道理。除此之外，中医里的拔罐也可以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我自己就经常喜欢去拔罐，因为我就是很典型的湿体质，
不怎么喜欢运动，所以现在我也开始强迫自己开始运动。第7大症状，脚冷，这就是最后一个症状，也是心脏最早能被感觉到不适的一个症状。很多心脏病患者都要等到心脏不舒服或者痛的无法忍受，才知道自己有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在很早以前就能以脚冷来看出心脏已经开始往病态上发展。如果您担心自己可能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这是一大指标。为什么脚冷能体现心脏的问题呢？因为脚是离心脏最远的一个部位，一般正常的情况下，脚是温热的，因为正常的血液是带有温度的。如果脚一直都是一个冰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说明心脏不能有效的把血液传输到脚上，也就是说心脏在这时已经开始有病态的倾向了。但是这是在很早的阶段，可能很多人脚冷很多年还没有心脏的问题。这里的脚冷和之前介绍的身体整个冷是不一样的，这里只是脚冷，身体其他部位都不冷。另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可以看见的就是小腿部的静脉曲张，这也是主要来源于脚冷，血液循环很差导致的，这就属于中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血块。如果这血块到心脏就是心脏病，到脑子就是中风。所以说脚冷真的是很重要的一条身体告诉我们的一种反馈，我们要注意脚部的保暖，没事拿热水泡泡脚来增加脚部的血液循环，做些脚部的运动拉伸，这些都能让我们的脚不暖起来，从而避免心脏病或中风的发生。所以说身体会向我们反映很多的信息，很多人都可能无视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并不是病，可是他们却是病的幼芽，如果让他们持续生长，就会成为疾病，到时候再砍去不是更费力吗？更别说各种各样的药物的副作用，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危害，不是吗？希望这期视频的内容能让您对身体说的话有更多的了解，然后能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让大家对预防疾病有着进一步的认知，从而达到不生病和健康快乐的生活。不要一再等待医生的救赎了，从自己做起，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谢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健康论，我是 Justin，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